今天我们还是来聊聊印度啊。说是在2017年，印度有一个叫做辛格的人，他自称为是毗湿奴的化身。他有一个小妙招，说是人在绝育之后就拥有了神性。于是他就带着400多人去医院进行了一次集体阉割。结果他本人因为侵犯的罪名被逮捕，而且他侵犯的对象还是男性。另外还有个叫做阿萨拉姆的人，也自称为是毗湿奴的化身。同样他也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在禁欲的同时和女性同住。结果他也是因为侵犯的罪名被逮捕入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奥姆的人，也自称为是毗湿奴的化身。他曾参加过不少的电视节目。同样他也有一个小妙招，就是通过泼尿的方式给人送去祝福，结果他就被逐出了印度的娱乐行业。另外除了这些民间自封的之外，还有一些被封的，比如说在2024年莫迪主持罗摩神庙的揭幕活动时，印度北方邦一些想要进步的官员为了更好的展现自己的忠诚，于是就把莫迪的照片连同罗摩的神像给一起挂在了街道两旁的路灯上。问题不在于这些人的行为，而是莫迪为什么能够和毗湿奴化身之一的罗摩并列呢？因为早在2018年他就已经被自己的派系给封为了毗湿奴的第11个化身，所以这属于是自己给自己的神庙揭幕。那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个有意思的问题，民间的这些人自封也就罢了，莫迪的派系为什么还要这么搞呢？因为这么搞真的有用。这也就牵扯到了印度神话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化身。我们之前就说到过，印度早期社会结构的形成就是作为游牧部落的雅利安人击败了印度当地的原住民，并且还抢走了他们的财产，抢走了他们的耕地。但是在抢完耕地之后，雅利安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会种地，以前吃饭都是靠抢，哪里吃过这个苦呢？所以还是得让当地的这些原住民来种。但问题就是你抢了人家的地，人家凭什么还心甘情愿的给你种地呢？这就好像是说在种姓制度的设定中，当地的原住民全部都被划分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那他们为什么就不反抗？为什么就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呢？因为雅利安人来了一套倒反天罡，具体的操作就是把当地人所信奉的神灵塑造成为是神话中的恶魔，把当地人所惧怕的恶魔再塑造成为是神话中的神灵。比如说印度当地有个叫做佛利多的水神，就被他们改造成为了堵塞河道的恶龙，意思就是你们当地人所信奉的神灵全部都是恶魔的化身，你们都变成了恶魔的帮手，因为你们都变成了恶魔的帮手，所以我们才不远万里的来拯救你们。这怎么能叫侵略呢？这叫救赎。你以为我们愿意过来？我们只是奉了天神的命令来降妖除魔。因此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之前信奉恶魔的这些印度原住民肯定就要受到一些相应的惩罚，而这个惩罚的具体内容当然也就是好好的给雅利安人种地，这也就是种姓制度的理论基础。但神话是神话，现实是现实，随着印度社会的不断发展，当地的这些原住民就逐渐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你们说是奉了天神的命令来拯救我们，来降妖除魔，那我问你，你这个天神他在哪里？我怎么就是看不到呢？同样对刹帝利，也就国王和贵族阶层来说，婆罗门之所以能坐在他们的头上，都是因为原住民相信天神的存在。但问题就是，如果贱民们开始怀疑，那你婆罗门还凭什么坐在我的头上呢？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祭司就搞出了这个叫做化身的概念。那化身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他们说在很久之前有一个叫做罗摩的国王，有一次罗摩碰上了一个女性的阿修罗，如果杀了这个女性阿修罗，那他就违背了刹帝利不杀女性的原则，但如果不杀这个女性阿修罗，那又违背了刹帝利要斩妖除魔的原则，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一位婆罗门祭司就告诉罗摩说，你可以杀了这个女性阿修罗，为什么呢？因为3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曾经杀了一个叫做婆利古的女性，结果没想到这个婆利古的儿子也是一位法力高强的仙人，叫做金星仙人，然后这个金星仙人就诅咒毗湿奴，诅咒他要不断的降临人间，去承受人间的生离死别之苦。而毗湿奴则回应道，我不是误杀了婆利古，而是主动去杀了婆利古，因为我早就预判了你的预判，算到了你的诅咒，我就是为了下凡去拯救世界，所以才故意去杀了这个婆利古。于是此后人间的国王就变成了毗湿奴的化身，而你罗摩就是毗湿奴的化身之一。所以毗湿奴都杀过女性，你作为毗湿奴的化身又有什么不能杀的呢？然后罗摩就去杀了女性阿修罗。这个神话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不太容易理解。简单点来说，印度祭司首先说明了化身的由来，并且指出人间的国王就是天神的化身，这就解决了百姓看不到天神的问题。其次还帮助国王完成了君权神授，而且国王的各种行为又要受到婆罗门祭司的指导，这又解决了国王要做到祭司头上的问题，属于是双赢。祭司们反反复复的赢了2次，在这种情况下，祭司和国王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关系，而且这种合作关系还被广泛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其中主要的受害者就是东南亚地区。直到今天，泰王的加冕还依然需要婆罗门祭司来主持仪式。但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国王可以和印度祭司合作，变成毗湿奴的化身，那为什么就不能和僧侣合作，把自己塑造成为佛法的守护者呢？国王要和哪个派系合作，主要就是看信奉哪个派系的人多。祭司们倡导的是种姓制度，僧侣们倡导的是众生平等。显然不管是怎么看，众生平等都要比种姓制度合理的多，好听的多。所以这些印度祭司要怎么解决其他派系的问题呢？这个好办，既然大
大家都喜欢众生平等，那我们也可以平等，也可以搞出一个众生平等。但怎么才能在种姓制度里搞众生平等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阿特曼的概念，意思就是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象，一切全部都是凡的化身。所以低种姓就是高种姓，高种姓就是低种姓，我们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凡的化身。你因为是低种姓而难过而反抗，我因为是高种姓而快乐，这都是陷入了无明的状态，都是把虚假的幻象当成了真实。只有认识到我们都有凡的本质，才能够消除无明，从而获得真正的解脱。我高种姓享了福，就等于是你低种姓享了福；你低种姓吃了苦，就等于是你低种姓吃了苦。所以你们低种姓反抗高种姓，这不就是在自己反抗自己吗？通俗点来说，我们在精神上是众生平等，但是我们在现实中是种姓制度。因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假象，所以我们才在精神上是众生平等。有了众生平等的观念之后，祭司们又重新把毗湿奴定义成为了一个专门修复 bug 的神灵。每当世界上要出现一些灾难，那毗湿奴就会变出一些化身来解决灾难。比如说有个叫做冯静的人，他狠狠的苦修，最终得到了湿婆的赐福。湿婆赐予了他触摸谁的头顶，谁就要立马化成灰烬的能力。结果这个冯静在得到能力之后，第一个想要摸的就是湿婆的头顶，因为他看上了湿婆的妻子。这可怎么办呢？眼看着世界就要毁灭，在危机之下，毗湿奴就化身成为了摩西尼，去诱惑这个冯静，然后让这个冯静自己触摸到了自己的头顶，把自己化成了灰烬。再比如说有个叫做水池的阿修罗统帅，他的能力非常强大，水池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他妻子毗灵陀的贞洁，只要这个毗灵陀一直保持贞洁，那这个水池就永远都不会战败。这可怎么办呢？眼看着世界就要毁灭，在危机之下，毗湿奴又化身成为了水池的模样，然后就去夺走了这个毗灵陀的贞洁，于是水池就战败了。有了这个化身的概念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个能够和祭司融合的教派，那他们就会直接把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定义成为是毗湿奴的化身，这样也就直接收编了这个教派，然后再去搞种姓制度。如果出现了一个和祭司们观念冲突的教派，那他们也会把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定义成为是毗湿奴的化身，然后把这个教派称为是毗湿奴的考验。如果你相信了这个教派，抛弃了种姓制度，那你就没有经受住天神的考验，这样也就立于了不败的地位。同样，如果有侵略者来统治印度，假如侵略者不和祭司们合作，那他就必须得是恶魔的化身；假如侵略者和祭司达成了合作，那他就必须得是天神的化身，可以说是相当的灵活。但问题就是过于灵活，以至于后来祭司的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比如一般来说，不管是梵天、湿婆还是毗湿奴，其实都是梵这个概念的化身，但因为祭司内部的派别不同，所以崇尚湿婆的认为不对，应该是湿婆创始，然后毗湿奴是湿婆的化身；崇尚毗湿奴的又认为不对，应该是毗湿奴创始，然后湿婆是毗湿奴的化身。那到底谁是谁的谁，谁又是谁的化身呢？反正到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说法。除了灵活的内斗之外，化身这个概念还有着团结的作用。比如说在英国殖民时期，有一部分印度祭司为了反对英国人的统治，就把英国人塑造成了罗波那的化身。这个罗波那是印度神话中的著名反派，是恶魔的代名词，代表着混乱和堕落，所以反对英国就变成了一场圣战。结果没想到英国老爷也学会了魔法，他们和另一部分印度祭司达成合作，又试图把维多利亚女王塑造成为是辩才天女的化身，说我们来到印度是因为天神的指引，是为了拯救印度的人民，这怎么能叫侵略呢？这叫救赎。所以支持英国也变成了一场圣战。从这里来看，你就不难理解印度为什么会搞神仙主义，因为从来搞的都是神仙主义，和这些神仙合作就能被当场封神，但如果不合作，说不定哪天就被写进了神话里，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反派。到了近2年，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抽象的事件，安德拉邦大学的副校长格拉帕利认为我们应该删除进化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达尔文他错了，人怎么会是由猴子变成的呢？那是什么变成的呢？应该是由毗湿奴的化身变成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白同学，我们下期再见。